北京科兴疫苗停产的消息如惊雷，引爆舆论焦点。作为中国首款获批进入应急接种的新冠疫苗，它曾经覆盖14亿人口，支撑着中国抗疫大局。然而在停产声中，前后3年科兴获利丰厚的代价逐渐浮出水面，数以万计的严重副作用。在疫情肆虐的3年里，科兴新冠疫苗几乎成为了中国人抗击病毒的唯一选择。根据公开数据显示，仅2022年1年，科兴新冠疫苗的销售额就高达上千亿元人民币，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老猛。然而好景不长，伴随着这张小小的红头文件，也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抱怨在接种科兴疫苗后出现的种种副作用，比如荨麻疹、呼吸困难等。甚至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爆料称自己在完成所有新冠疫苗接种后，还患上了白血病。当前，数以亿计的中国公民正在遭受疫苗强制接种的恶果，他们的呼声汇聚在停产新闻下方，控诉科兴疫苗造成的各种伤害。背后，中国政府和科兴公司各自的错误与疏漏昭然若揭，一个急于树立政绩，一个急于赚钱。命运讽刺，他们联手制造出一个14亿人都躲不开的苦果。从2020年6月科兴疫苗获批上市开始，中国政府就扛起了一个超大子弹箱。国产疫苗已经大功告成，官媒这样吹捧，好似中国终于走在世界疫苗研发最前沿。疫苗质量存疑，专家国产追不上西方。那么，作为那时国药国荣的标杆，科兴新冠疫苗的质量和效果就可靠吗？业内专家披露，答案是否定的。专家指出，科兴疫苗采用的是传统制作工艺，相比 mRNA 等西方新技术，落后了10万8千里，它的防护作用非常有限，更有可能带来极大的副作用。急着推上市，不过是中国要在国际大舞台上树立政绩。相比政府的政绩心切，科兴则铤而走险，将疫苗当成了金矿。在疫情防控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各医药企业也加速研发进度，生产疫苗。但只有科兴疫苗捷足先登，得到了监管部门的紧急上市批文。这就意味着，在疫情期间的1年半里，科兴独占了中国1400万人疫苗市场。更可怕的是，科兴非但没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反而将疫苗质量置之度外。工业生产链上各个环节的标准流程都被极度缩水 ，GMP 检测、细胞库检测等环节明显存在漏洞。注射这种半成品疫苗的市民，后遗症几乎不可避免。独占市场，牺牲质量，科兴疫苗的罪恶。然而，科兴赚足了钱。业内人士透露，疫情期间，政府向科兴采购了大量疫苗，总金额高达上千亿元。更过分的是，截至去年8月，政府还有很大一部分钱没有付清。科兴的利润丰厚到让所有股东垂涎三尺，奈何监管层禁止任何股东分红。股东分不到钱也就罢了，真正吃亏的还是接种过疫苗的老百姓。他们正在承担疫苗副作用的苦果，甚至病入膏肓。我打了2针科兴，第2针后就一直头晕恶心。我妈打了3针科兴，现在查出了白血病。我表哥34岁，4针科兴后猝死了，留下老婆和孩子。社交网络上接种科兴疫苗后出现副作用的报告不绝于耳，从轻症的头晕、乏力到重症的白血病、猝死，应有尽有。这些因为接种科兴疫苗受害的市民，他们正在承担政府和企业的错误决策。这些因为接种科兴疫苗受害的市民，他们正在承担政府和企业的错误决策，而真正的制造者却丝毫不用为他们的健康担责。科兴公司高管们靠着疫苗项目大捞特捞，却不为质量问题负责任。监管部门迟迟不支付疫苗费用，直接导致科兴停产。可在这过程中，高管和官员们丝毫没有受到惩处，他们的错误决策只是转嫁到人民群众头上。
这让人不禁想起几年前华大基因事件。当年这家生物公司曾爆出假阳性事件 ，CEO 狂吹高峰，口口声声要为人类健康做贡献，真到了质量出问题的时候，他们却迅速抛出公司，自身利益丝毫无损。如今，科兴疫苗再现了同样的局面，公司高管和政府监管者推出劣质疫苗的罪魁祸首，至今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他们依旧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真正吃亏的是那些长期承担疫苗副作用的普通群众，他们中的很多人病痛缠身，生活无法自理。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公平问题，它揭示了中国的监管体系存在的严重漏洞，企业只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政府部门监管不力，结果就是悲剧在所难免，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成为资本追逐的牺牲品。在这场博弈中，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永远是赢家，而百姓则是输得最惨的那一批。巨额国家采购，科兴上市违反国有资产监管，那么政府巨额采购科兴疫苗的资金流向何处？这笔上千亿的巨款是否也反馈了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兴控股公司成立时，并未按照国有资产监管要求履行国资备案审批，这也意味着这笔数以10亿计的国家科研投入并未真正回馈国家，而是直接入了科兴控股这一商业公司的腰包。在科兴控股成立后，其股东中也不存在任何国家机构或国企股东，这无疑也增加了国家科研成果向商业公司输送的嫌疑。既然巨额国家科研投入并未回馈国家，那么科兴在疫情大发期间通过政府采购所获得的千亿利润又流向了何处？据业内人士透露，科兴生物技术公司的母公司科兴控股多次被曝光大股东试图违规分红的行为。显然，这些股东并未将政府采购所获得的巨额利润用于疫苗研发和民生建设，而是直接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在政府采购疫苗的巨款并未足额支付的情况下，科兴疫苗的研发和更新也成为了难题。正因为政府并未将采购资金回馈研发，科兴的疫苗技术也日渐落后，最终在病毒变异的今天也难以为继。红头文件中的停产决定似乎也成为了必然。上海医疗领域资深业内人士匿名披露，购买科兴疫苗的巨额款项，现在政府也没有足额支付给科兴，所以质量肯定是有问题的。金融学者也表示，科兴新冠疫苗主要依靠政府采购获取利润，这种模式与市场机制格格不入，其产品质量自然也难容市场考验。这种疫苗经不起竞争挤压，被市场淘汰是必然。